第200章，略有收获。望着那一头对着青莲扑去的萧炎，药老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看来这家伙今天的确是被打击得不轻，难道他以为这青莲是直接能够砍断的吗？叹了一口气，药老手掌一招，一股吸力便是将萧炎的身形凝固在了青莲上方之处，再往回一扯，将之丢在了身边。笨蛋！偏过头来望着萧炎茫然盯着自己的模样，药老苦笑了一声，手掌从那戒中取出一把钢剑，然后随意地丢向青莲。在钢剑即将到达青莲上方之时，一股淡青色的火焰猛然自青莲中喷发而出，而那把钢剑只是眨眼时间便被焚烧成了一团不断翻腾的铁汁。望着这一幕，萧炎额头之上顿时浮现许些冷汗，咽了一口唾沫，冲着药老讪笑不已。这青莲乃是天地奇物，凡铁沾之即化，想要将之切割开来，必须需要用精纯的玉制品，才能使得它不被玷污功效。药老淡淡的道，旋即从萧炎的那戒之中取出10几个品质颇高的胭脂玉瓶，掌心森白火焰涌现而出，将这些小小的玉瓶融化成了一团淡青的液体，液体翻滚之间，最后凝固成了一把修长的玉尺。药老小心翼翼地将玉尺中的杂质剔除，使之看上去晶莹剔透，犹如那青莲的叶子一般美丽。用这玉尺切割莲花与根茎相连的部分，由于古灵冷火的特效，玉尺只是片刻时间便是完全的冷却了下来。药老将之轻晃了晃，然后递给萧炎。萧炎接过玉尺，入手处一片温凉，极为舒适，当下忍不住地咂了咂嘴，心中对那一伙更是羡慕了几分，紧握着玉尺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游向青莲，在莲座之下与根茎相连的部分轻轻一划，顿时完美的犹如艺术品一般，青莲便是脱落而下。瞧得青莲落下，一旁的药老手掌赶忙一招，将之吸过，然后让得它悬浮在身前缓缓地转动着，目光在其中扫过，满脸的惊叹。取下青莲之后，萧炎望着那正疯狂地吞噬周围岩浆中的火属性能量的根茎，舔了舔嘴，笑道：老师，这节根茎能够如此疯狂地吸收能量，想必也是一种奇宝吧？要不我们连它也带走？不。出乎萧炎意料的，那正观赏着青莲的药老却是微微摇了摇头。怎么？闻言，萧炎一愣，愕然地问道：对于这些千百年才能形成的灵物，最好是留之一线，算是为自己得个好兆头吧。你这次虽然取走了青莲，不过只要再给它1000年时间，便又能成长出新的青莲。而你如果连这节根茎叶取走了的话，那此处的青莲地心火或许便将永远的陷入绝种了，想要再次形成，恐怕很难很难。药老目光盯着那节不断摇摆的根茎，感叹道：在炼药界中，摘取灵物或者灵药时，毁其根茎是最让的人愤怒的一件事情，毕竟灵物生成的条件实在是太过苛刻了。听得药老的感叹，萧炎在愣了片刻后，也是微微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青尺收进那戒之中，目光再次瞟了一眼这节长长的根茎，然后转身来到药老面前，目光泛着喜意地盯着青莲，满脸的垂涎。1、2、3，这里面总共有11粒地火莲子，运气还是挺不错的呀。数了数青莲之中的一些细小银光，药老忍不住地笑道：其实我很疑惑，为什么那美杜莎女王来拿一火的时候，竟然会将这些宝贝留在这里？难道她还看不上眼不成？望着青莲，萧炎忽然迷惑的道：我说过，你别看先前你用玉尺取下青莲似乎很轻松，可若是想用别的物体以蛮力将之斩断的话，那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而这种小诀窍，那美杜莎女王又不是炼药师，如何会知道？再说在她取走一火的时候，肯定也被一火搞得受了不轻的伤，加上周围岩浆的炽热与压迫力，她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干耗。药老笑盈盈的道，再度从那戒中取出11个小玉瓶与那把玉尺，小心翼翼地将莲心中的11粒地火莲子挑了出来，装进玉瓶之中。把这些东西都装好，别轻易失面与人，特别是这青莲，除了在修炼的时候之外，尽量少用，免得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将玉瓶全部装进那戒之中，药老将之地还给萧炎，提醒道：
把那戒套在手指上。萧炎在周围扫了扫，发现自从青莲离开根茎之后，周围的青色光芒似乎正在逐渐的缩小着。我们也走吧。望着周围的动静，药老身体微颤，化为森白的火焰覆盖在萧炎的身体表面，轻声道：微微点了点头。萧炎轻吐了一口气，视线最后一次望了一眼那青莲根茎，舔了舔嘴唇，脚掌一踏，身体便是迅速对着青芒之外急速的游去。出了青芒，萧炎对着远处的火灵蛇扬了扬手，然后跟着他屁股后面再度对着来时的路线疾行而去。怎么还不出来？通道口之处，萧鼎望着那沉寂了许久的熔岩湖泊，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是逐渐的泛起一抹焦虑，眉头紧皱着，焦躁的来回走动着。团长，不用担心，我接到他的传信，少爷正在往回赶，并没有出事。一旁青灵微微睁开眸子，碧绿的眼瞳中幽光一闪一闪的，他抬起小脸望着来回走动的萧鼎，轻声道：这样啊。闻言，萧鼎略微松了一口气，走到通道口处，目光瞟了瞟下方那炽热得不断冒着气泡的岩浆，忍不住的苦笑了一声。很难想象，先前萧炎竟然便是这般生生的跳了下去。唉，恐怖的家伙！扑通，感叹声还未落，破水的声音再度在地穴之中响彻而起。萧鼎赶忙将目光投入岩浆之中，只见萧炎那被白色火焰所包裹的身影缓缓地出现在了视线之中。呼，破开粘稠的岩浆表面，萧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抬起头望着上方的萧鼎，对着他扬了扬手，脚掌猛地一踏岩浆，身体暴冲而起，在临近半空中背肩一颤，紫云翼扑腾而出，微微一震，身形便是飘然跃上了通道。脚掌踏着结实的地面，萧炎身体之上的白色火焰逐渐的消退，后背微微一颤，紫云翼也是嗦的一声，化为漆黑的纹身，再度贴在背上。没事吧？瞧得萧炎，萧鼎急忙走上前来询问道。呵呵，没事。笑着摇了摇头。萧炎回转过头，望着这庞大地穴中的岩浆世界，忍不住的轻叹了一口气。东西到手了吧？目光扫过萧炎的表情，萧鼎笑着问道。没有，嘴角微微抽搐。萧炎苦笑道，被人捷足先登了。啊！闻言，萧鼎一愣，沉吟了瞬间，轻声道：是上次那神秘气息的主人吧？或许应该称之为美杜莎女王要合适一些。萧炎从那戒中翻出那块七彩蛇鳞，将之冲着萧鼎扬了扬，苦笑道：哎，七彩蛇鳞果然是他啊。望着那七彩色的鳞片，萧鼎脸庞上也是浮现一缕苦笑，叹息道。萧炎点了点头，抿了抿嘴唇，轻声道：一伙的踪迹我已经彻底搞清了，接下来我便会直接赶去塔戈尔大沙漠深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打算从美杜莎女王手中将一伙夺回来。什么？你要去从美杜莎女王手上抢一伙？闻言，萧鼎先是一愣，紧接着脸色大变，当场失声道：在塔戈尔大沙漠周围，美杜莎女王的凶名绝不比她的妖艳之名要逊色多少，甚至在沙漠附近的城市之中，很多人对美杜莎女王的恐惧几乎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。所以即使萧鼎清楚萧炎隐藏的能耐不小，可当听得他想要去挑衅美杜莎女王的话后，依然是觉得有些荒唐。毕竟与石墨城的罗布不同，美杜莎女王那可是名震加玛帝国的超级强者啊！想当年帝国想要出兵围剿蛇人部落，曾经请动了3名斗王强者，可最后依然被美杜莎女王杀得重伤而回。由此可见，这美杜莎女王的凶名可不是光靠着吹嘘吹出来的呀。哼，大哥放心吧，我也只是想去试试，就算最后失败了，我也有信心逃命。冲着萧鼎笑了笑，萧炎安慰道：你……望着萧炎坚持的模样，萧鼎紧皱着眉头好半晌，方才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呵呵，走吧走吧，今天回去休息一晚上，明天我便要动身去塔戈尔沙漠深处了。挥了挥手，萧炎转身便是对着通道之内走去，其后萧鼎唉声叹气地跟随而上。望着转身就走的两人，青灵赶忙对着岩浆湖泊之中吹了一声口哨，
顿时，那双头火灵蛇额头之上的青光猛然大涨，瞬间之后，庞大的身体急速缩小，然后化为一缕青光，飙射进了青灵袖子之中。小手好奇地拍了拍袖口，青灵小脸上浮现点点笑意，轻声道：“不准捣乱哦，不然少爷生气了，我就把你给丢了。”细微的嘶鸣声中略微带着血屑不满，想必是火灵蛇对自己这主人的骑士有些不满。嘻嘻，掩着小嘴轻声笑了笑，青灵背负着小手，然后蹦蹦跳跳地追上前面的萧炎两人，三人逐渐地消失在通道的黑暗之中。随着三人脚步的逐渐远去，这片庞大的岩浆地穴之中也是再度陷入了永久的平静。